爸，你不是不同意我姐跟陈哲的事吗？为什么还升他为销售部部长？我这个人啊，一向是公私分明。销售部部长是他应得的。这次你被绑架，他也是出了力的。论功行赏，也该轮到他了。爸，这个陈哲2年来靠着我姐升得这么快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了。前段时间刚升为副部长，这么短的时间又成为部长，最重要的是他在公司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，恐怕到时候难以服众。要的就是这个难以服众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舆论有时候可以杀人啊。对了，爸，这是前段时间黎东方面给我发的一份酒店项目策划方案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好好研究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方案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所以拿过来让你看一下。这个项目的地点呢设在鹿岛。1年前，黎氏集团在鹿岛拿下了一块商业用地，准备开发成集旅游度假为一体化的高端酒店项目。只是目前在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他特意跑过来找我，想跟我们集团一起合作，共同开发。您看一下。他这个项目啊，我多少听了一些传闻。这件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。那块地上原本有2个村子，一个村子已经安置完毕，但是另外一个村子中很多村民都不同意当初他们签订的腾退条件，闹得很厉害。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还是个大问题啊！更何况，几家大的开发公司都不敢动这个项目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做这个出头鸟。更何况，高端企业管理经验我们也没有过。正因为没有经验，黎东方面可以全权负责酒店的管理和运营，我们只要单纯的投资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这次是我们欧氏集团进入这个领域最好的契机。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什么？金雅苑的一栋商业房和2亿资金。目前集团开展项目众多，我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的资金去帮他？尤其是在他和你姐解除婚约之后，欧黎2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必要。爸，就算我们2家最终不能走在一起，可我们毕竟也是世交啊。而且我跟黎东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现在他的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我帮他一把怎么了？50%。什么？欧氏集团要占50%的股份，而且要单独成立公司运作项目。欧氏这边董事会席位要占多数。黎氏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是不会来求你的。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喽。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这也太过分了。2个亿，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数目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投资酒店的成本、回收和盈利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。我们集团做的是化妆品、服饰这类成本回笼相对迅速的快消品。就算是做地产项目，也只专注在商业地产上。南联的楼，我为什么迟迟不封顶啊？
我就是在等鹿岛的地铁开通，到时候地价至少要增长30%。我现在给他一栋楼，我会损失多少利润？我也要考虑股东们的权益。李董提出的条件和许诺的回报，一定是掺了水分的，他会给自己留后手。咱们只有把他们逼上绝境，才能争取到最大的利润。可我还是觉得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过来，儿子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把个人感情掺杂到生意里来？生意就是生意，不是做慈善。人情能换来大利润，等有一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你还能收到这一份的人情吗？做梦！这是你爸爸我经历过来的，一辈子经历过来的，你懂吗？谁可怜你？谁？这叫生意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陪我去个地方。啊？欧总，您看安迪的事情，集团的法务应该已经给他发了律师函，之后的事情，法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欧总，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你们干嘛？抢劫吗？这里没有钱。哎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误会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完了。欧总，安妮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是我用手机在监控摄像室录下来的，您看看。吴总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好好被人打了一顿，弄得臭气熏天，把工作也给耽误了。本来我看你们发布会办得挺成功的，这么多天也没找我，我就以为这事过去了。没想到，欧总，这件事绝对是有人蓄谋已久，故意破坏这场发布会活动。本来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安迪是我的好朋友，而且他又是受害者。再说，林美雅和欧阳已经答应过我，不会再对安迪的事情追究下去。这
这件事情你们报警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不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。再说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好，关于你违约的事情，我会交代下去，不再追究了。但是被绑架的事和这个视频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外传出去。你放心，欧总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那我不送了。好的，谢谢欧总。我们先走了。是吧？最近生意不错啊。啊，哎，比刚刚开业那会儿强多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。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吴总，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5年的账务明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我问你，安迪被人绑架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找人干的？谁是安迪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儿子，陪我上去看看。爸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当初啊，欧氏集团就是从这小办公室起家的。所以他那天没出现，是因为他被绑架了。之前不管我跟欧阳是怎么斗的，
但那都算是正常的商业竞争手段。绑架是违法的。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好，这件事情不提了。我已经告诉了安迪，欧氏集团不会再追究他的违约责任，但同时，他不能再向外界透露这次的事情。你最近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要不要打几枪试试？这是犯法的事儿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您想想，一旦发布会成功，欧长令他就能让欧阳顺理成章地进董事会，到时候小瑞就要被赶出欧氏，欧阳成为董事长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格局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只是更旧更破了。当时公司挣了一些钱，就把对面的房子租了下来。1年以后，这4层啊，一半的房间都是咱们欧氏集团的办公室，再后来就是整个4层。哎呀，当初我想，如果公司要是发展了，我就把整栋楼租下来，把这隔断都打通，好好的装修一下。可没有想到啊，公司突然遇到了难关呐。什么难关？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反正公司已经挺过来了，才有现在的规模。欧阳啊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黎东他父亲在接手他们家生意的时候，那时黎家在本市已经有30多家餐饮店，而我呢，就窝在这个小房子里头，瞅着下个月的房租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人能帮你，只能靠自己。所以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不择手段，甚至有些不尽人意。如果要是不这样，咱们家能到今天吗？当初我要是不唯利是图、左右拼杀，也许现在的你啊，就囚禁在这小破房间里喽。您说的我理解，但是我并不认同。如果只靠唯利是图、不择手段，就算做到世界最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这样的人生，不是我想要的。儿子，如果要是没有我，就你自己，你就不会说这样幼稚的话了。我作为父亲，我真希望一辈子
这么幼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没弄明白。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背着我私查公司账目？这是什么？结果，只要有了它，不管欧阳进不进董事会，都没关系了。本来我们只是知道，你爸让欧阳进入董事会，是为了通过增资的议案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笔资金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。查了公司的账目，我才发现，这些年以来，你爸一直在故意削减公司利润。他把一部分的钱转进了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外资公司户头里。他这么做，既可以避税，又可以拥有一笔随时可以调动的巨额资金。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你家商量怎么救欧阳的时候，你爸用了1个晚上就调动了3000万的美金。我怀疑那笔钱的来源就是在这儿。我只是查了5年的账目，如果再多查一点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？你爸背着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，已经侵犯到了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捅出来，股东们一定会炸的，税务机关也会介入的。够了，不要再查下去了，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这是扳倒你爸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爸做的这些事情，我早就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是公司的总裁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还有，我请你记住了，即便是我知道了这些，我也绝对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爸的，因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和壮大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私查公司账目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财务部的主管打好招呼了，不会跟任何人提起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，可以吗？当然，回家吧。欧阳，没事儿，走吧。还谁啊？是我，徐思雨。思雨啊，我还以为广告呢。没关系，这是我新号码，你存一下。对了，你周六有空吗？有事儿啊？这周六我爸有一个基金启动仪式，之前我们已经邀请欧伯伯和欧瑞姐了，不知道欧阳先生有没有空？你也给我发个邀请函不就得了吗？还特意给我打个电话。那当然了，我得亲自邀请才行啊。好，那就周六见吧。周六见。
你去哪了？怎么那么半天才回来？肚子饿不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去给你买。老四养。不用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？我能不开心？没事，我就是最近有点累了。自打从泰国回来以后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，感觉就没停下来。不过我看着你我也开心，咦，特别踏实。是不是咱们俩的事情，你爸又给你施压了？哎，没有啊，你别瞎操心行不行？能不能别瞎操心？我能不担心吗？还没结呢。公司的员工试用期是1年，我现在还没到，我可不想搞特殊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。之前你可是哭着喊着让我给你转正啊，现在怎么突然就成了公事公办了啊？因为之前我是你的员工，做任何事情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考虑了。但是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做每一个决定之前，我都会为我们俩考虑。尤其是你姐和陈哲的事情，闹得公司谣言四起的，我觉得我们得低调。我可不想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去。行，反正也是早晚的事。哎，晚上我陪你去试件礼服好吗？然后我们再去吃饭。陪我去试礼服啊？又没什么活动，为什么要试礼服？思雨啊，哎，你的这份嘉宾名单啊，我看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但我怎么没有看到林美雅的名字啊？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而且她也是欧氏集团的员工，正好一起参与一下吧。我也好当面向她表示感谢。他那天有事儿，所以来不了。好吧，徐思雨没有邀请你吗？邀请我去哪？就是这周6，他爸有个什么慈善、什么基金发布会什么的，我也不大清楚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那种地方不适合我。思雨她最了解我了，她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地方，她一定是把什么都替我想好了，所以才没告诉我。可是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去。OK。哦，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许反悔啊，必须去。哥，怎么了？突然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还好意思问我出了什么事儿？咋了呀？洪大志，你当初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吗？啊，你有什么呀？我当时不就是看了你人老实没有花花肠子，才答应让志红嫁给你的吗？啊，现在你可以呀，钱没挣多少，吃喝嫖赌你都学会了吧？还学着别人抱红二奶，哎，现在连家也赌没了。哎，志红哪点对不起你了？她不就是没给你生孩子吗？你这跟我装是不是啊？我今天去你家了，结果呢，正好碰到要债的堵在门口啊。哎，那花圈纸人就摆在门口，丢不丢人呐？这作为邻居人怎么议论的？40好几的人，你能不能要点脸呐？我说志红这段时间怎么给我要这么多钱？原来啊，都给你还赌债去了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是不是个人呐？啊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
哥，我能喝点酒吗？土豆啊，给来瓶啤酒。哎。哥，林志宏他在撒谎，我根本就没有赌博，也没有去包二奶，他是骗你的。我本来打算把这些事儿我都烂在肚子里，我谁都不会去说。你说你遇到再大的困难，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。哥，我心里实在是委屈啊！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。我不想跟你说了。你别哭啊！有什么你说出来嘛啊！我今天我也不怕你笑话了，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林志宏离婚吗？为什么呀？按说，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，能不离我不会离。可是他把家里所有的钱全拿去赌了，连房子也早就抵押出去了。高利贷呀，那帮人都是借高利贷的呀，利滚利，我一个月得还2万多，现在还欠着好几十万没还的。你说我这日子该怎么过，哥？不是，是，我现在虽然在钢厂当个营业科的科长，但是这2年钢厂效益不好，你也知道，我工资发不了多少了已经。志宏呢，前2年自己倒腾服装，就跟那帮小老板整天的混在一起，也不知道怎么就染上赌博了。我当时我就劝他，咱不要把这心思啊放在这犯法的事上。可是他不听，啊，后来他觉得做服装太辛苦，挣的没有赢的多，索性就不干了。那你说我天天得上班吧，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去看着他吧。他倒好，这瘾越来越大，赌的也越来越大。不到1年，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全让他给输光了。当时我心想，输光了也好，你没钱赌了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猜他怎么着？他居然背着我去借了高利贷。那没问题，我帮你还。刚开始我这工资还能给他还上，可是您知道这高利贷越滚越大呀。我最后我能借的钱我全借遍了。我不怕你笑话啊，我那些亲戚朋友现在见了我电话都不敢接。可他呢，啊，哭着跟我道歉、认错、坦白，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。只要弄点钱，全他们输进去。不是，哎，你这事为什么不早就找我呀？哎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？哥，我怎么张嘴呀？你说你啊，这里里外外，又当爹又当妈，照顾美雅这孩子这么多年，多不容易呢。美雅出国那会儿啊，那需要的全是钱呢。你说我还怎么好意思跟你张这个嘴我？后来吧，这窟窿越来越大，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连利息都还不上，所以这帮高利贷的人3天2头的去我家，半夜3点2点的去砸门呢。你说我还得上班呢，我这日子我过得是提心吊胆的呀。索性，哎，我搬到我们钢厂职工宿舍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，老话不是说吗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呀。哥，你别怪我，我冯大志对他林志宏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30万呢。不还。要钱？哎，等会儿，糊了。什么你就糊了？你这时候还糊？你看你糊那小屁糊，把我这一整天就做了这么一把大牌，对不住了啊！真是够缺德的。谁规定啊？小屁股不让糊的？给钱。快点啊！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差10块钱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还能差你10块？我下把一会儿给你不行吗？哎，怎么没钱了是吧？算了，没钱不玩了。行了。哎，不是你们赢了一整天了，说不玩就不玩啊？好了，行了。说走就走，你缺德简直！没钱了玩这？我谁说我没钱了？我还有没？林志宏，站住！给我站着！给我！跑什么？林志宏，你想往哪儿跑？怎么？咱们换个地方聊一聊。林志宏，你跑哪儿去了你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救命啊哥！你快来，你现在马上来，你赶快来救我，要不然今天我可能就过不去了，哥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哭啊！你在哪儿呢你啊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在电话里哪说的清楚？我现在把地址发给你，你马上现在就来啊，哥！好，我马上过去啊！你别急啊！土豆，哎，我出去了啊！哎，没事吧，叔？没事。钱总，小钱总，你放心，我哥就我这么一个妹妹，我出事了他肯定得管。红姐，我把丑话先放在前头，今天不管你叫谁来，不放下点东西，谁也别想走。大钱总，小钱总，你们放心，我哥他还一套房呢。他那房子虽然老一点，可是也值点钱。不行，我就让他把房子先卖了，帮我把账还上。总之，绝对不会差您的。